啊。所以为什么我强调我们的武术，中国武术是防御性的？那很多人不了解防御性的跟攻击性的有什么差别？现在世界上流行的是什么？流行的是攻击性的啊。那我们要学防御性的，我们传统的东西就是防御性的嘛。所以防御性的武术，你学防御性的东西，它建立在几个前提上面。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你有一个正常的生活，我们是以正常的生活过我正常的生活为主的。我不是一个 fighter， 我不是一个武术，每天我都是在训练。我不是这样的人，那不是我的生活，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的生活还是要过读书啊，工作啊，有家庭啊，我要玩这个啊，玩那个啊，我要享受这个世界啊，这些是我们现在的生活，而我们要练的东西就融到这些东西里面去，这是第一个前提。第二个前提是什么？第二个前提就是我们认为我们可以活得比较久，现在我们不得不承认啊，我们想要早死都很难啊，是不是？所以你不得不活到70，活到80啊，现在活到100也不是什么稀奇事啦。那你要为你在比方讲70岁以后的身体，我如果活到80岁，那你70岁开始，你有10年；60岁开始，你有20年。那我们人生真正难过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是在后面这一段期间啊，是在后面这段期间啊。因为我们在后面这段期间，我们的身体，我们的任何东西，我们是属于什么？属于一个下降的阶段的。所以我们在上升的阶段的时候，在50岁以前，我们是要为这个时候后面的这个阶段来做准备的。因为我们被逼的要活那么长嘛。以前的人他不需要，以前人活到60岁就已经是高寿了。那他有什么？那他有孩子，有孙子，有曾孙，他有那么一个大家庭，大家可以照顾他嘛。然后有田，有家业或者什么东西，无论如何亲戚很多啊，所以他们的晚年大部分不需要他自己太过焦虑啊。但是现在需要啊，现在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家族啊，你生1-2个孩子，2-3个孩子，他们成年了，就是这个到美国，那个到欧洲，就算在台湾也是忙得要命，一个月见不了几次面，他们也没有能力，大部分的人没有能力，又照顾小的，又照顾老的，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就要为晚年后面这段时期来做准备。所以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我们的活动，我们选择的活动，我们选择的锻炼我们选择的东西就要什么？就算对后面没有帮助，也不能对后面有妨碍，不能对后面这段时间有妨碍所以这个是要注意的所以我说现在这种竞技性的东西啊，没有特殊原因啊，就不要做，不要参加。因为很多的伤，你在当时是一个小伤，或者你认为治好了，其实它有比方讲血管神经，当时没有问题，可是它有一点点的断裂，有一点点的伤口，查不出来，是不是？可是经过你继续的运动，继续锻炼，经过时间的累积，那个伤口慢慢变大，到时候就出问题所以身体是什么？身体的数值是逐年降低的
啊，所以没有必要那些对身体有隐忧的那些所有东西，我认为都不要做，因为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因为我们现在最大的隐忧是什么？最大的隐忧是我们到后面这段时间保护不好自己的话，不但自己受罪，还造成身边的人的困难嘛，是吧？所以要领悟这个，要知道这个，所以我们现在生活的注意的重点跟以前就不一样了那年轻的时候身强力壮的时候，不会想到这个，我爱做什么就做，我冒险的也做跟别人去争什么也做因为没有想到后面但是现在是要想到的，因为我们看到了，我们看到了人活得越来越久，那大部分的人在活到后面的这段时间都很难过，所以我师父要活到96岁嘛，他说，人活着人不怕死，可是怕死前那段时间。怕死前那段时间，所以刚才讲谁的朋友在睡眠中就走了，是不是？小学同学60岁睡眠中就走了，很好以现在来讲，是他的福气，也是他的子女的或者身边人的福气是吧？所以我们现在的福气跟以前是不一样了，所以要注意到时代的演变，注意到我们处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的隐忧是什么，我们的重要性是什么？这些东西通通变了，因为时代变了，这些东西重要的那个优先顺序通通变了，这个要去仔细的想好的，知道吗？这些东西也是我在后面这几年看到我爸爸妈妈、我的岳父岳母他们晚年经历那个长久的病痛，长久的在床上面，然后子女付出多少的心血生活什么都因为这样子而受到影响，我还算幸运的。我们还算幸运的，很多的子女的家庭因为这样子照顾父母而家庭破裂或者自己的生活陷入到绝境，这样子的非常多非常多。所以它既然是一个广泛的现象了，我们就要去注意了，就尽量不要让自己陷入到那样子的情况。所以我们现在的练习，我们现在的都是什么？抛开武术，抛开打斗，抛开这些东西，来探究我们的身体嘛，希望能够为那段时间做好准备。所以你说现代人有没有恐惧？有没有恐惧？当然有那恐惧的不是死亡，死亡是我们知道人都会死嘛。恐惧的是什么？怎么死？我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会怎么死。我们恐惧的是这个，因为我们不能掌握什么？我们恐惧，我们不能掌握我每天吃进去的东西是什么？你知道吗？你知道你每天吃进去的是什么吗？它累积10年，它在我们的身体里面会造成什么影响吗？你不知道吗？你不知道你打了这个针，5年后、10年后对你会有什么影响？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今天出门你开车很小心，你不知道别人开车别人开车是怎样嘛？是不是这样子？未知太多，这影响我们怎么死的这个未知因素太多，所以我们会有这样子的恐惧在，是不是所以要小心
这些都要去注意。所以你如果认识到这个以后，我们的生活的重点就要变了，重点要变啊这样子才对自己、对别人都是好的啊，这是他从他问那个小问题衍生的。所以为什么要变成生活化？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些东西变成生活化？要回到自然状态。所有的刻意都不好，所有的刻意，所以要相信老子虽然说道家的学说虽然说回归如婴儿，回到自然虽然基督教、天主教说你要相信主，是不是？他说我连飞鸟都有东西给他们吃，你还担心什么？人就是担心，人不会信的，人不会信。他信道教的，信基督教、天主教的，虽然圣经上面这样讲，他道经上面这样讲，他不会信，他一样怕。所以会有很多的这种担心，有担心就会有紧张，有担心就会有压力。所以我说，真正的放松是要从什么？要从这些地方松，你才能够慢慢真正的松。你肉体上面的松，你再松，你心里面有任何的这种担心的时候，你都不会松。都不会真正的松透所以很多东西，很多的价值因为有关心就会有担心嘛。我如果对这个世界、对我身边的人都不关心了以后，都不关心，真正的不关心，我就不会有担心，是不是？我不会担心，我就不会有紧张嘛，是不是？这样不懂但是这个很难啦，这很难抛掉啦。你的孩子告诉你他要去外面壮游、自由行1个月，到欧洲到哪，你会不担心吗？你关心他吗？你当然会担心嘛。他离开1个月，你就担心1个月。你担心1个月，你就会紧张一个月。你紧张1个月，你紧张就会影响你的胃，你的食欲就不好，你的心脏影响到你的心脏，所以这些东西都是相关的。所以我们越有关心，我们的担心就越大。可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能没有关心啊，我们不能没有关心所以往就是在关心的限度、关心的范围在这个里面轻重，在这个里面做取舍你说出家人他可以真正的都不关心吗？真正的出家人是都不关心的，所以真正的出家人是非常的无情。真正的出家人是非常的无情的，他才可以是出家人。他对这个世界、对众生没有任何的关心，所以他可以不担心。那你对我们不关心，我为什么要供养你？听不懂？所以它是相对的
你像那个道家那个谁跑到去劝那个成吉思汗的那个啊，哦，丘处机，80岁那么远去劝成吉思汗罢兵，他就是对众生关心啊，关心就有担心啊，他才去做这件事嘛。那做回来没多久就死了。听不懂？做完这件事回来没多久就死了，因为关心太大，担心就太大，担心太大，压力就太大。听不懂？哦，好。好，刚才跟 Chris 讲，我声音这样子是我1个礼拜很少讲话，到这边来讲，到这边来就讲太多。好。